今天我们来聊聊50岁以后的减肥难题。许多人一过中年，会发现体重越来越难以控制，肚子日渐突出，偏偏节食也瘦不下来。有人每天跑步、健身房打卡，结果膝盖受伤；有人干脆挨饿节食，却发现体重刚掉几公斤又弹回来，甚至出现更年期症状提早报到。更令人无奈的是，三高指数、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也悄悄攀升。难道50岁后就注定发福，没有办法轻松变瘦了吗？难道只能靠饿肚子、狂飙运动，甚至去打昂贵的瘦针来求救吗？难道没有更简单又健康的方法吗？先别气馁，科学家们近年发现了一个既简单又有效的小秘密，可以说是专为中年人体质量身打造的减肥神器。重点是不需要剧烈运动，也不用饿肚子，只要在吃饭前做对一件小事，就能启动身体自带的燃脂开关。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吧？但这背后有确实的科学根据，甚至有医生赞叹这方法，就像免费的天然瘦针。今天我们就深入探讨，为什么这一招能够让50岁后的你轻松甩肉30公斤，还比打瘦针更有效，不复胖，且连三高指数都全面下降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年过50减肥会变得这么困难。其实原因之一在于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了。人的基础代谢率大约在18岁到25岁时达到高峰，此后每10年就下降 5% 到 10%。 当我们到了50岁时，基础代谢率可能比年轻时降低了将近30%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你吃的和从前一样多，因为身体每天自动燃烧的热量变少了，过剩的热量更容易囤积成脂肪。中年发福的体质不是幻觉，而是身体机制实实在在的改变。更麻烦的是，中年以后荷尔蒙也在转变。以女性为例，接近更年期时，雌激素下降，容易让脂肪往腹部堆积，出现恼人的大肚子。男性则一同下降，肌肉量减少，令代谢进一步放缓。结果就是50岁之后，我们变得特别容易胖，而且胖的地方往往是在肚子和内脏周围。知道了原因，不少人会想，代谢慢了，那我就更少吃，多多运动，把热量缺口拉大，总能瘦吧。理论上听起来没错，但实际上很多50多岁的人照做后却败下阵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50岁后的身体和年轻时不同，如果用错方法减肥，身体反而会跟你对着干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强忍饥饿，少吃饭，短期体重可能下降，但身体会进入节能模式，本就不高的代谢变得更加低。尤其中年人的身体很精明，一旦察觉长期热量不足，反而更会紧抓脂肪不放，担心你在闹饥荒，结果是体重卡关甚至反弹。更糟的是，还可能因为营养不足流失肌肉，让未来更难减肥。再看运动方面，适度运动对健康有益，但如果一味拼命三郎式的狂跑狂练，50多岁的关节和心血管未必吃得消，容易受伤不说，过度的身体压力还会使压力荷尔蒙上升。压力荷尔蒙例如皮质醇高起时，身体反而爱囤积脂肪到腹部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所以少吃多动这两招到了50岁后，反而可能变成少吃多胖，付出很多，收获很少，甚至欲速则不达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沮丧？别急，中年减肥有聪明办法，重点不在于激烈改造输入，少吃或输出多动，而是在于重新调教身体内在的燃脂开关。随着研究深入，科学家发现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小技巧，让年过半百的身体重新燃烧起来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最关键的一步，其实就藏在每天吃饭的时刻。现在答案揭晓，50岁后轻松瘦身的秘诀，就是在每餐进食前进行一个小小的餐前动作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吃饭前先来一杯水，然后掌握正确的吃饭顺序，就是这么一件事。其实包含2部分，却能够大大提升你的新陈代谢和饱足感。下面我们就一步步看看这个餐前秘诀如何帮助你甩掉脂肪。第一步是餐前先喝水，千万别小看这杯白开水。有实验证实，喝水就是启动代谢的开关之一。一项由英国伯明翰大学进行的临床研究就给出了令人惊喜的数据。
让一群肥胖成年人在每餐饭前30分钟喝下约500毫升的水，12周后，坚持每餐饭前都喝水的人平均减轻了约 4.3 公斤的体重，将近4公斤脂肪就这样悄悄消失。期间他们并没有额外增加运动或采用严苛节食，只是不忘餐前那杯水。而对照组那些照常用餐没有特别喝水的人，体重几乎没有变化。这项研究的负责医师兴奋地形容说，饭前一杯水简直就是免费的瘦瘦针，因为效果实在太让人惊艳了。想想看，3个月瘦4公斤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成果，如果持续1年，很多人可能轻松瘦10公斤以上，而且这还只是透过喝水取得的成果，没有任何药物或激烈运动的介入。对50岁以上代谢变慢的人来说，餐前喝水提供了一个安全又简单的燃脂助攻，它不仅零成本，而且对身体百利而无一害。更妙的是，喝水的益处还不止体重下降这么简单啊。为什么一杯白水有这么神奇的效果？道理其实很简单，首先，水能提高代谢。当你喝下水后，特别是温水，身体需要花点能量将水加热到体温，这个过程会轻微提升热量消耗。有研究指出，喝下约500毫升的水后，身体的基础代谢率可在短时间内提升将近 30%。虽然这个效果维持的时间不算太长，但已经足够帮助中年人的火力提高一个档次，就好像给减弱的代谢炉火扇了一把风。更重要的是，水能增加饱足感，降低食欲。当胃里有一定容量的水分时，饭桌上美食当前，你也不会饿得狼吞虎咽。餐前喝水可以让你在随后用餐时自然吃下较少的食物，却不会觉得太饿或被剥夺了美食的乐趣。英国那项研究就发现，饭前半小时喝水的参与者，每餐少摄取大约75大卡的热量，看起来数字不大，但餐餐如此，一天就是200多大卡，长期累积减肥效果惊人。难怪医生们会把白开水称作天然的瘦身利器。更棒的是，中年人常见的便秘问题也会因为多喝水而改善。水分充足时，肠道蠕动更顺畅，排便更轻松，整个人气色都会更好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养成了饭前喝水的习惯，不仅慢慢瘦下来，肤况好，排便顺，连精神状态也会提升，这简直是一举多得。当然，我们所说的喝水减肥，并不是叫你每天狂灌超量的水，把自己灌得撑得不舒服，适量才是关键。一般建议是饭前约20到30分钟，喝下300到5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。为什么要提前一点时间喝，而不是端起碗就边吃边喝呢？因为提前喝水可以让水分有时间被胃部感受到，发挥预先的饱足效果，同时不会把消化酶过度稀释，确保你等下吃饭时消化功能正常运作。而温开水则比较不刺激肠胃，也更适合大多数中老年人的身体状况。如果平时很少喝水的人，一开始可以从饭前一杯约300毫升开始尝试，让身体适应，等习惯之后再逐渐增加到500毫升左右。如果担心一下子喝太多会频跑洗手间，可以分2次在饭前慢慢喝完。一些长辈朋友在实践这个方法后笑称，喝水减肥法还有个意外收获，就是因为喝多了要常起身上厕所，反而不知不觉多活动了身体。想想看，你每餐前走去倒水，饭后多跑2趟洗手间，这些都是些微的日常活动量，累积起来也对健康有益呢。喝水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这一步才是真正让你不运动也能狂甩脂肪的关键，调整吃饭顺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在正餐中先吃对的东西，再吃其他的。许多营养专家与医生都强调过，用餐顺序其实会大大影响我们身体对食物的反应。正确的顺序能让你不容易囤积脂肪，血糖稳定，吃完不会昏昏欲睡。错误的顺序则可能造成血糖飙升，脂肪默默累积，而你浑然不觉。那到底怎样的顺序才算吃对呢？总的原则是，先喝水，接着蛋白质和蔬菜优先入口，把碳水化合物、淀粉类留在最后。台湾减重专科名医宋燕仁医师甚至提出一个口诀：水、肉、菜、饭、果，意思是吃饭前先喝一杯水，然后先吃肉类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，
接着吃青菜等富含纤维的食物，然后才吃饭或面这类主食、碳水，水果则可留在最后当小点心。这个顺序其实并不难理解，我们可以用日常经验来体会其中奥妙。当你空着肚子一下子吃进一大碗白饭或面条等高碳水主食时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大量的葡萄糖迅速涌入血液，血糖值在饭后短时间内飙高，身体只好赶紧分泌大量胰岛素来应对，把多余的糖分转化成脂肪存起来。结果就是血糖云霄飞车般上上下下，你很快又觉得饿，脂肪却堆在腰上，而且高血糖、高胰岛素的状态长期反复，正是通往第二型糖尿病、高血脂的快车道。反过来，如果你依照先肉菜后饭的顺序来吃，会怎样呢？先吃一些肉类、鱼类、蛋等蛋白质食物，还有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汤或沙拉，最后才吃主食淀粉。这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蛋白质和脂肪类食物先进入时，肠道会迅速分泌一种荷尔蒙，叫做肠泌素，其中包含 GLP-1 等物质。这些荷尔蒙就像信使一样，告诉大脑，我吃进营养了，开始有饱足感了。它们还会延缓胃排空的速度，让胃慢慢消化，不那么快把食物送进肠道。结果呢，你的大脑提早收到吃饱讯号，可能饭只吃了一半碗就觉得够了，不像以前空腹时一口气可以磕掉一大碗白饭。更厉害的是，因为有蛋白质和蔬菜在前面打底，糖类的吸收被延缓了，血糖上升变得缓慢平稳。有实验发现，用菜肉先行、淀粉垫后的进食法，餐后血糖峰值比起先吃饭的情形降低了将近30%，胰岛素的波动也更小，身体处于一种更轻松稳定的状态，不会突然大量囤积脂肪，也不会饭后昏昏欲睡想打盹。饭吃完之后，你的能量稳定持续，甚至还有精神起身活动一下，而不是血糖掉下来瘫在椅子上。长此以往，脂肪就自然而然地减下去了。内脏脂肪尤其对这种稳定的代谢环境很买账，会慢慢被身体消耗掉。难怪很多营养师都说，调整吃饭顺序等于帮身体按下减脂加速键。或许你会好奇，为什么蛋白质和蔬菜一定要先吃，不能颠倒呢？其实有些研究指出，只要碳水最后吃，前面你是先啃菜还是先啃肉，效果都比先吃饭好。重点就在于碳水化合物、淀粉类主食，不要第一个空腹大量摄入。不过多数情况下，营养专家建议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，因为大量蔬菜纤维先进肚子里，比较能占据胃容量，进一步降低之后总进食量。同时蔬菜中的维生素、酵素也能优先被吸收，有助消化和代谢。如果先吃肉类再吃菜，其实问题也不大，特别是对一些牙口不好的长辈，先吃蛋白质可以确保营养摄取，避免光顾着咀嚼菜叶子，反而肉没吃够。但是不管顺序怎么微调，有一条是铁律，淀粉类最后吃。而且当你前面喝了水，又吃了肉和菜，其实往往到了最后，主食也吃不下太多了。这正中下怀，热量自然而然的下降了，但你却不觉得饿，因为该补充的营养都补进去了。更妙的是，由于先摄取了足量蛋白质，50岁以上的人最担心的肌肉流失问题也能迎刃而解。很多中年人的饮食误区是主食吃很多，优质蛋白质反而吃得不够，长期下来肌肉量不足，基础代谢就更低，形成易胖难瘦的体质。而按照我们说的顺序来用餐，每一餐你都确保自己优先吃到了蛋白质，肌肉有了足够的营养维持，反而能帮助提高基础代谢，燃烧更多热量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正确的吃饭顺序不只是减肥，更是中年健康的基石。听到这里，我们已经掌握了2大法宝：餐前1杯水，餐中先蛋白，菜先后淀粉。也许有人还是将信将疑，光靠这些小改变真的能瘦很多吗？别忘了前面提到的英国实验，光喝水3个月就平均瘦了4公斤，再加上吃饭顺序的调整，效果可是1+1远大于2的。许多受益者的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。举个真实案例，日本有位知名料理研究家柳泽英子女士，她从小到大都是胖胖的体型，但在50岁后决心改变饮食习惯，用不挨饿，照样吃美食的方法，硬是瘦下了26公斤。
他的方法其实和我们上面讲的原理不谋而合。柳泽英子在他的书中透露，他瘦身的密码就是紧抓住血糖值、酵素和膳食纤维这3个要点。他的日常餐盘安排是以蛋白质为主角，搭配足量的纤维蔬菜，适量加入一些好的糖类和油脂，确保营养均衡又不会热量爆表。具体来说，他有几条饮食黄金法则。第一，不用一大碗白饭或面食来打发一餐，也就是不让碳水当主角。第二，不吃马铃薯、地瓜、南瓜、玉米这类高糖分的淀粉蔬菜，这些也算碳水。第三，开动前先吃富含酵素的生菜，也就是餐前沙拉，增加酵素和纤维。第四，确实摄取足够的肉类、鱼类等蛋白质。第五，不吃含糖的甜点。看懂了吗？其实核心就是我们提的重点，主食和含糖的东西放在最后，甚至干脆不碰，先把纤维酵素、生菜中的天然酵素有助消化和蛋白质都摄取够。柳泽女士透过这样聪明的饮食调配，2年内瘦了将近30公斤，而且体重自此不复胖。更令人称羡的是，她虽然瘦了，气色和精力却比以前更好，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许多。血液检查显示，她的血糖、血脂也都维持在年轻健康的水准，再也没有中年肥胖常伴随的那些红字警告。这位50多岁的料理达人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，吃得对照样能瘦，而且瘦得健康。除了柳泽英子之外，你周围可能也有这样的例子，一些50几岁的叔叔阿姨并没有去跑马拉松，也没花大钱打针吃药，只是开始流行每餐先喝水，先吃蔬菜蛋白，结果半年瘦下一大圈，精神变好了，原本要吃的降血压药、降血糖药剂量都减了。这些转变绝非偶然，而是科学的饮食策略使然。当你遵循餐前1杯水调整进食顺序这一策略时，你实际上同步启动了身体内多重有利于减重和健康的机制。其一，热量自动减少，因为水和高纤维食物增加了饱足感，你自然吃少，不用暴露，在饥饿的痛苦中就达成了热量赤字。其二，代谢水平提高，充足的水分让代谢运作流畅，蛋白质提供了肌肉维护所需，避免代谢继续下滑，甚至略有提升。其三，血糖平稳，胰岛素敏感性提高，血糖不大起大落，胰岛素分泌平稳，身体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会变好，长期可减少胰岛素阻抗的情形，预防第2型糖尿病。其四，燃脂开关常开，当胰岛素处于低稳定水平时，正是身体方便动员脂肪来燃烧的状态，你提供给身体的是一个更容易消耗脂肪的内环境。最后，其五，三高风险降低，随着体脂下降和胰岛素稳定，你的血压常常也会跟着下降，体重每减轻1公斤，收缩压大约可下降1毫米汞柱左右呢。血脂里的坏胆固醇和三酸甘油酯也会降低，因为胰岛素水平稳定时，肝脏制造脂肪的速率减慢，而且高纤维饮食可以吸附胆固醇，这些健康指标的改善往往比减掉几公斤体重本身还更重要。许多中老年人在意的不只是穿衣好看，更是能否远离代谢症候群和慢性病的威胁。而我们推荐的这个餐前技巧，正好兼顾了减重和健康管理2大目标。你会发现，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的同时，腰围变细了，血压血糖控制得住了，连医生都好奇你用了什么妙方让指数进步这么多。当然，到时你就可以神秘一笑说，其实我就是吃饭前记得喝水，然后吃东西的顺序稍微调了下，简单一句话，道出健康真谛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再回头看看那支令人趋之若鹜的瘦瘦针。所谓瘦瘦针，其实是医疗上用于减重的 GLP-1 受体促效剂，它模仿我们肠道中的荷尔蒙 GLP-1 作用，让人食欲降低，新陈代谢改善。乍听之下很高科技，但前面我们已经揭晓，透过正确的饮食顺序，我们的肠道完全可以自然释放大量 GLP-1， 蛋白质先行一步到胃肠里，刺激肠道细胞，报喜 GLP-1 呼啸而出，你的大脑得到信号，饱了，可以适可而止，而且不用打针，没有药物副作用，还顺便吃进了营养。从效果上看，长期坚持餐前喝水加调整进食顺序的人，
减重幅度一点不输打针吃药的人，甚至在停止减重药物后容易复胖的人群中，采用我们这种饮食调整法还能稳定维持体重，不反弹。这就是生活方式干预的威力，用身体本来就有的机制来减肥，远比外力强制减肥来得稳健长久。更何况瘦瘦针毕竟价格不菲，也不是人人适用，某些人打了还会有恶心、腹泻等副作用。与其望着冰冷的针头，何不举起你的水杯，开始改变每一餐的顺序呢？这可是真正零风险、零成本，任何人都能尝试的方法。也许有人会问，真的完全不需要运动吗？当然，在养成这个餐前习惯，体重逐渐下降的同时，如果配合每周几次适度的运动，效果会更加倍，而且有助于练出更好的体态和维持肌力。但关键在于，你不必以为减肥非得从狂操自己开始。对于过去久坐不动、体能比较差的50族群来说，先用我们的方法减掉一些体重，身体负担减轻后，自然会感觉更有劲头去动一动。即使一开始不运动，只靠餐前这件小事，一样可以看到明显的成果。这会大大增强你的信心。等你瘦下10来公斤，身体变轻盈，再去散步，做点舒缓运动也为时不晚。届时饮食控制加上适度活动，双管齐下，你会发现自己状态仿佛年轻10岁都不止。更妙的是，你的好习惯也可能影响家人一起吃饭时，大家都先喝汤喝水，夹菜夹肉，不急着添饭。久而久之，全家都养出易瘦体质，其乐乐融。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会传染的，而我们要做的只是带个好头。现在你已经掌握了50岁后减肥的不二法门：餐前1杯水，餐中先菜先肉后淀粉。这看似简单的改变蕴含了强大的科学效益，真正做到了不运动、不挨饿也能轻松瘦。想象一下，不久的将来，你可能比现在的自己轻了20公斤、30公斤，腰带缩了好几个扣，不再为买不到合适尺码的衣服发愁。更重要的是，医生宣布你的血压、血糖恢复正常了，胆固醇下降了，整个人焕然一新。这不是天方夜谭，而是许多人亲身验证过的结果。50岁并不是减肥的终点，而是一个转折点，用正确的方法照顾身体，它依然会回报你苗条与健康。与其相信那些速成的奇迹药剂，不如相信你自己的身体潜能。大自然早就在我们体内安装了减肥的程式码，只是过去我们用错了方法，而现在科学帮我们找回了控制开关的密码、水和顺序。每餐开动前，举杯畅饮健康水，细嚼慢咽先菜后饭，让身体自己去消灭多余的脂肪。这样的减肥过程没有剧烈的痛苦，有的只是日积月累的习惯养成。或许一开始你会怀疑，真有这么好的事？那就请你亲自试一试，从今晚的晚餐开始，实践我们说的这件小事。给自己几周时间，你一定会惊喜地发现变化在悄然发生。体重计上的数字每天都在朝着理想前进一点点，而你却几乎没感到太大的压力。除了上餐桌前记得先喝水，用餐时稍微留意顺序以外，你没有少吃任何东西，只是聪明的吃。这才是中年减肥的最高境界，不靠蛮力对抗自己的身体，而是顺应生理节奏，巧妙欺负一下早已习惯偷懒的代谢系统，让它重新振作起来，为我们服务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不仅战胜了肥胖，也掌控了健康的主导权。最后，祝福每一位50岁以上的朋友都能善用这个方法，找回轻盈的自己，真正做到瘦得轻松、瘦得健康、瘦得长久。喝水吧，蔬菜先吧，属于你的美好新人生正随着这顿饭开始。